大家好，我是曹卫东。最近呢，这个美国的陆军获得了300千瓦级的武器装备啊，就是激光武器。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美国要加紧激光武器研发和装备部队呢？因为我们知道，在高超音速武器的这个领域里边，俄罗斯是领先的啊，无论是空机的匕首，还是海基的锆石，还是陆基的先锋啊，俄罗斯。一个是研发出来了，第二是装备了部队，而美国最先研发的高超音速武器，但是它现在还没能像俄罗斯这样在陆海空都有就是不同平台发射的高超音速武器，所以它急起直追。但是急起直追呢，也是落后于俄罗斯的。但是在这个激光武器领域里边，我们讲美国应该是走在前面的，因为虽然俄罗斯也有激光的这种装备但是它无论是它的这个功率，还是它的实际就是取得的这种试验的效果，都还落在美国之后。因为美国最先是在它的庞塞号的船坞运输舰上装载了这种激光武器，那么它所能达到的就是这种军事上的能力。基本上是打击无人的小艇和小型的无人机取得这样一个效果。那么这次呢，300千瓦级的呢是给陆军的部队，那么它就可以进行车载，或者是放在陆地上进行防空反导为什么美国着急发展这个激光的武器装备呢？因为我们讲激光的武器装备是目前速度最快的武器装备，你高超音速不过是5倍的音速那你每秒钟几百上千公里了不起了但是激光是什么速度是秒速30万公里。那发现即打击，现在呢，激光武器既然有这样的高速，就是无论你来袭的导弹，哪怕是高超音速的导弹，只要被它就是瞄好就是瞄准了，然后攻击了，那你是谁也拼不过它的。就是这样的话呢，它可以说是目前最快的武器装备。但是激光武器呢也有它的弱点，因为就目前而言呢，激光武器它的功率也就是300千瓦，实际上要达到美国想主动攻击射程远、毁伤力强的话，它起码要达到1000千瓦。而你要达到这样一个1000千瓦，你的这个激光发射器的就是体积非常的庞大重量也非常的重。比如说，那你1000千瓦级，按现在的这个起码是5吨以上，甚至是更重，体积很大。那你要想放在这个飞机上是不太现实的，所以只能放在车上，或者是呢放在这个军舰上只能是做到这一步。再有呢，有的人说，那既然美国现在有了300千瓦的这个激光武器，会不会将来就不要导弹了？也不行，因为激光虽然速度快，但是呢，它会受气象或者这个环境的影响。因为比如说前面有个山，你这个激光不会穿过山，然后再打到就是山后边的这个目标，它是没有这么强的穿透性的。还有一点呢，它不会拐弯比如说这个目标移动了，那这个激光它是发射出去的，不会拐弯的。所以导弹呢，这个目前是有这样优势的虽然它的速度不如激光，但是呢起码有一座山，它可以从山上翻过去，或者从山的侧面绕过去就是可以拐弯变化路线航迹这个是导弹可以做到的。再一个射程远因为我们现在说为什么美国的这个激光武器它只能打无人机和一个小型的艇，它不能打太大的或者是很厚的目标呢，很远的目标呢？因为它距离比较有限比如说受到比如雾下雨这些气象都会对它造成影响，而导弹呢对这些相对的说呢就影响小一些那现在来看呢，就是美国在激光武器领域呢在急起直追，但是呢它可能是既要发展高超音速的武器也就是导弹，同时也要发展激光武器那才能形成一个比较完备的作战的体系。而你仅仅靠发展激光是不行的。那么像俄罗斯这样仅仅发展高超音速武器也是不行的。所以目前呢，导弹无法代替
就是激光武器，激光武器也无法取代高超音速导弹。所以我们呢对美国这次陆军获得300千瓦级的这个武器装备，应该高度的关注啊。同时呢，一方面我们要研发相关的武器装备，再一个呢，我们要想方设法，怎么利用气象条件呐，或者利用其他的遮蔽物啊，来就是应对就激光武器对我们可能造成的危害。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